一位粉丝大哥带来的 CBR250，他希望能改成类似这种风格。今天开始给他发动机来个大检修。大哥的发动机内部状态还算可以，磨损都比较正常，就是气门的积碳多了点，然后磨砂环间隙过大，轴瓦有点拉伤。基本上给它清洗一下箱体，研磨一下气门，换一套轴瓦、磨砂环和气门油封就 OK 了。处理完内部就可以翻新发动机外部了。发动机虽然老，其实内部还算比较干净，简单清洗一下就可以进行外表翻新了。现在开始简单组装起来，进行脱漆、喷砂，然后重新再喷上高温漆。大哥在玩沙尘暴的螺丝，让我来翻新这堆螺丝吧。超声波清洗螺丝，所有的污渍通通拜拜。清洗完后进行电镀，这个光亮度还算可以的。干完伤后的发动机是多么的雪白啊！因为之前的瓦片已经拉伤，磨砂环的间隙也太大了，所以全部换掉。研磨气门是项苦差，手抖得差点反手也拿不住。机器初步运转正常，封顶大吉了。30年的老发动机翻新出来的效果还行吧。发动机装好了，不给它整个极品化油器怎么行啊？开工。这化油器之前有漏油的情况，不管那么多，拆了再说。这种化油器不论气孔还是油孔，必须给它整通畅。整个处理完，再把它打散，进行深度清洗。这是高手，竟然用水管缠带。
这个坏游戏所有的喷嘴和胶圈都得换掉。处理这种失缸的坏游戏，最关键的就是4个缸的节气门都得同步。其实这种坏游戏不是用坏的，是被人修坏的。打开油底壳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有用可乐罐皮调油平面的，有用牙线塞油浮子的，真的佩服，高手真的在民间啊！任何笔调到最合适的状态，才能发挥出最佳性能。新到每一颗螺丝就是我的宗旨。一套接近30年的发动机动力总成修复的成果啊！继续改造 CBR 22期，上期已经把它的动力总成翻新好。翻新这种老机器啊，真係好撚麻煩啊！把它小心翼翼地裝上車，開始進入外觀改造環節。今天先改車頭部分，拿掉這蒼蠅頭，這2根進氣實在太長。简单处理一下，行省。买这套 CNC 铝合金3星，加它老大哥 CBR 600的道具，應該亦有啲渣。改到紧又要用上我这祖传的老车长，当年我老豆就是用它来养家的，刚好比我大1岁，看着我长大。加工好了，钢筋熟热处理一下，有效加强硬度。专业操作，家里的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哦。Okiko 对视卡钳加320大幅，刹车这块必须拿捏得死死的。加上这7寸 LED 复古圆灯，效果马上到位。今天到这里啦，下期继续。继续改造 CBR 22期，花了我3天3夜，终于把底膜做好了。为了达到更加轻量化，就用铝合金把它打造出来了。由于设置这个外观线条比较多，所以要根据轮廓走向，分成许多小块来焊接。广东这天气快要把我煮熟，来个水刀压压惊。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累也是一种享受。继续，加油！
经过6小时的焊接，终于可以开始打磨。最后加工好油箱出入口，整体外观基本完事。由于要拍视频的原因，这台车发动机加外观前后用了1个多月，许多网友吵着要看成品。下期就来分享整车做漆后的成品效果吧。本田 CBR 22期，曾经的梦想座驾，现在如同废铁一般，过去无法挽回，那就给它赐予新的生命吧。You